备受外界关注的北戴河会议仍在进行中，而一场看似平常的招待会却做出了中共军队的大地震。前排主桌上，退休元老高规各登场，现役上将却大批量缺席。空位背后是一场还没官宣的权力清洗。从刘源、王冠中、蔡英挺的回归，到黄明的神隐与董军的压力，整个军中版图正在重组，而这一切都在北戴河的海风中静静推进。这一次被审判的或许不是某个将军，而是习近平自己。您好，这里是大时局要闻透视，我是袁成。中共军队近日在北京大会堂办了一场建军98周年的招待会。按理说，这是军方1年1度的大场面，但今年的气氛却不太对劲。最明显的就是退休老将骤然增多，而现役将官数量锐减。现场座位和往年一样，前面靠近主席台摆了5张大圆桌，每张大桌后面还有10几张小桌。从画面上看起来人数不少，场面也挺热闹。但仔细一看名单，问题就来了。现任军中将领，尤其是现役上将，几乎缺席了一半。根据长期观察中国政治的日经亚洲资深撰稿人中泽克二的统计，今年主桌上只有12位上将，比起去年的21位，硬生生少了9个。而且不只是人少，缺的还都是重量级人物，像是中共海军司令胡忠明、政委袁华志，这2位是海军系统的最高指挥，双双缺席。中共火箭军司令和政委继去年双双被撤换后，今年依旧未补上。中共武警部队的司令王春宁、政委张宏兵早就传出被查，这次也没再露面。最令人侧目的是中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，这个掌握全军人事与思想工作的核心单位，今年竟然打破惯例，无人出席。而往年即便局势再紧张，中央军委的各部门也都会至少派个代表过来撑场子。换句话说，今年整个共军高层架构，3大军种和1个政工中枢的高层全线缺席，整场晚会只有空军司令1人孤零零地坐在那儿。这显然是共军系统性清洗之后留下的真空。从2023年李尚福被查，到火箭军政工系统接连震荡，再到苗华、何卫东体系全面溃败，如今军中大批高阶职位悬而未决，清洗之后留下的不是稳定，而是未定。本次晚会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和副主席张又侠也没有出席。据上报报道，这是惯例，除非是特别重要的周年，否则军委主席和副主席一般不会现身。但另一边，出场的退休元老却突然升格了。根据中泽克二的现场观察，多名重量级中共退役将领现身晚会，其中3位不仅出席，还被安排坐进第1排的大圆桌。虽然不是正中央那张，但位置上台阶，政治意义不言自明。这3位分别是谁？第1位是刘源，已故中共领导人刘少奇的儿子，红2代的代表人物，当年曾出手协助习近平在军中反腐，风头一时无两。不过现在却传闻他站队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共同反袭。第2位是王冠中，胡锦涛时代的军委办公厅主任，熟门熟路的核心参谋人物。第3位是蔡英挺，江泽民时期曾任军委副主席的秘书，后来做过南京军区司令。这几位原本都是在政坛边缘，现在却重回镁光灯下，而且位置排得比以前靠前，象征意味甚浓。要知道，过去他们通常是坐在后排的小桌上，如今能坐进主桌，代表什么？至少说明有人希望他们站台。这在当下中共政坛和军队的动荡时候，传递出一种政治信号。他们是不同寻常的，他们还是有分量的。这样的安排被认为是稳军心用的临时方案，也是向党内军中元老群体传递一个信号：高层正在主导一场过渡期的重构，必须有象征性力量出面压阵。中泽克二认为，这样排位和布阵的压力直接就落到了现任中共国防部长董军头上。董军是在2023年底才从海军司令转任防长的，如今1年半过去了，董军还没能挤进中共中央军委和国务委员的阵列。按理说，国防部长应该是军中政治高层的门面人物，但眼下情势诡谲，他更像是个夹在中间的戴罪之身。以前数次传出被查的传闻，
董军上位时，当时的中共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是苗华。现如今，苗华早已官宣被查，何卫东也失踪数月，董军自然也难撇清干系。再加上主桌旁边那几位曾经风光、如今回归的元老，气势上的对比不言而喻。当时正在台上发言的董军，恐怕内心是百感交集，如芒在背。刘源离经真相，避嫌还是布局？说到刘源，除了他在建军晚会上高调现身外，最近近期网络热议他将复出接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一职。但在中共建军节晚会前夕，北京资深记者高瑜在 X 平台引述消息爆料，说刘源为了避嫌，已经在7月26号悄悄离京，到外地避嫌去了。不过，根据独立学者吴作来8月3号在 X 平台上的爆料，刘源离开北京其实并非单纯避嫌，而是协助张又侠到外地布局。为了安全起见，两人刻意不在同一座城市，以防突发变故一网打尽的情况发生。分析认为，目前中共高层分为4大派，分别是红毛派、政改派、保守派和军方。4大派的博弈以及各派未能达成共识，让张又侠与刘源感到安全受威胁。时评人李大宇在自己的节目中解读这一传闻时指出，这其实反映出一个深层的讯号：军方内部已经嗅到了风声不对，刘源的离京行为更多是为了备战突发政治风险，必要时能保留实力，保存指挥链。从目前公开讯息来看，刘源并没有实职，也没有军权在握。他能否真的协调调动中共军队的力量，外界不得而知。但这种人在外地声援局内的角色安排，本身就很有非常时期非常布局的味道。而就在刘源传出离京后不久，他又出现在建军节的核心位置，这种实际上的反差，也让不少观察人士觉得耐人寻味。有人说，这可能是在释放元老出面稳住军心的信号，也有人认为，这是背后有事，先摆出阵势的预备姿态。不管哪一种解读，都说明一件事：刘源不再是个退休将领的象征，而可能是某种军中力量的代表。黄明失踪，他是谁的人？除了刘源等红二代被高规格请上主桌外，这场建军节招待会上更大的异常，其实藏在那些没出现的名字。其中最耐人寻味的是中共北部战区司令黄明，也没有出现在当地中共8·1军政座谈会的现场。据辽宁日报8月1号报道，当地8·1军政座谈会上，与会领导只有北部战区政委郑玄，完全未提司令黄明。熟悉中共官媒报道规则的人都知道，这种集体消失从来不是疏忽，而往往是刻意。而1年前的7月31号，黄明还是新官上任，第一次以北部战区司令身份出席同一场活动，如今却人间蒸发。其实早在2025年5月，社交媒体就有传闻称黄明已被带走调查。这次缺席无疑强化了外界对其落马的猜测。为何黄明的动向如此敏感？因为他牵涉的不只是个人命运，而是当前中共军中派系斗争的缩影。2014年徐才厚倒台后，第16军高层几乎被一锅端，但黄明不仅未受影响，反而在当年晋升为少将，2019年升中将，仕途顺风。更重要的是，2022年中共20大上，黄明以副战区级仍是中将的身份破格当选中央委员。仅2个月后，他又火速晋升为上将，并接替吴亚楠出任中部战区司令。根据时评人唐靖远的观察，黄明这种火箭式提拔只能是来自习近平的亲自部署，也就是说，黄明其实是习家军的一员，是习近平在军中所谓少壮派将领的代表人物之一。转折发生在2024年7月，也就是中共20届3中全会结束后，北戴河会议前，黄明突然被调往北部战区，离开中共军队的权力中枢北京。当时外界正盛传习近平在3中全会上中风出事。黄明的调动与吴亚楠被调往南部战区如出一辙，这2位阅兵老搭档被分别调往南北两端，形同被拆解分隔，显然是政治上有意为之。如今在苗华和卫东体系被打成政治团伙，火箭军与政工系统接连遭到清洗的背景下，黄明是否也卷入其中，恐怕已经没有悬念。唐靖远认为，黄明的出事被外界认为是中共3中全会后习派军权全面瓦解，少壮军将失势的标志事件之一，也是习近平军中布局被逐步拔除的具体体现。更不寻常的是，黄明调离后，
中部战区司令一职至今悬空。要知道，中部战区是5大战区之首，负责拱卫北京，机关就设在首都本地。正常情况下，绝不可能长期缺人。这一职位的空缺，显然不只是人事问题，更像是权斗震荡造成的塌方。有观点认为，这些讯号都指向一个方向：虽然习近平仍在位，却已无法全面掌控局面，军队表面上仍效忠中央，但却暗潮汹涌。如果说建军节晚会是一场排练过的仪式，那么未来几个月的时间将是权力现实的残酷揭幕。北戴河会议之后，中共即将迎来的是10月召开的20届4中全会，而这可能正是决定军中权力重构与政治接班方向的真正舞台。这里是大时局，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，请订阅、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